月的中国车市，表面看是销量排名、关注度排名、降价幅度排名，实际上背后讲的是3件事：谁真正卖得动，谁还有话题活面子，谁正在扛不住压力。把这3件事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现在的汽车市场已经变得非常有意思了。因为消费者的眼睛和钱包很多时候并不在一个方向。先看4月销量，4月份销量第一的是星愿，卖了34727辆。这个成绩很说明问题，因为星愿不是一台几十万的豪华车，也不是一台特别强调身份感的车，它的价格区间大概在6.48万到9.48万。它能卖到第一，说明现在市场上最大的需求依然是普通人最朴素的代步需求。大家买车，嘴上可能会讨论智驾、激光雷达、800伏特、高性能，但真正到掏钱的时候，很多人首先想的还是这车便宜不便宜，省不省钱，好不好开，养车成本高不高。星愿这种车的火，其实就是中国家用车市场最真实的一面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台豪华车，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愿意花20-30万买车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一台几万块的新能源小车，只要能遮风挡雨，上下班代步、接送孩子、买菜通勤，电费还便宜，那就已经很香了。尤其是在城市里，停车难，油价高，通勤距离又不算特别远，这种小车反而特别适合现实生活。第2名是小米速7，4月销量26826辆，这个成绩就更有话题性了。因为小米速7不是便宜代步车，它的价格在21.99万到30.39万之间，能卖到这个量，说明它抓住的是另一批用户，年轻，喜欢科技，看重颜值，也愿意为品牌话题和智能体验买单的人。小米速7的成功不完全是传统汽车逻辑，它更像是一台带轮子的科技产品。很多人买它不只是买一辆车，而是买一种感觉、科技感、设计感、智能生态，还有一种我开的是小米汽车的社交属性。小米这个品牌过去在手机、家电、智能设备上积累了大量用户，这些用户对小米有熟悉感，也更容易接受小米造车，所以小米速7一出来就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品牌，而像是一个很多人关注了10几年的科技品牌，终于把产品延伸到了汽车上。第3名是 Model Y，4月销量22990辆。很多人说特斯拉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神了，国产新能源车已经全面围攻特斯拉，但从销量看 Model Y 依然很强。它的优势不一定是配置最多，也不一定是内饰最豪华，但它在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纯电 SUV 的标杆车型。你买不买特斯拉是一回事，但只要你考虑纯电车， Model Y 大概率都会被拿出来比较一下。这就是特斯拉最厉害的地方，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品牌，而是一个参照物。很多国产车发布的时候也喜欢拿 Model Y， 对标空间比它大，配置比它高，价格比它低，续航比它长，看起来是在挑战特斯拉，其实也说明 Model Y 的市场地位还在，因为只有你足够强，别人才会反复拿你做比较。第4名是理想 i6， 销量21024辆。理想能排到前面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它太懂家庭用户了。很多车企喜欢讲技术、讲平台、讲底盘、讲风阻系数，但理想很清楚，很多家庭买车最在乎的其实不是这些词，而是坐得舒不舒服，空间够不够大，孩子在后排闹不闹，老人坐进去累不累，长途开车有没有娱乐，车里是不是像一个移动客厅。很多人调侃理想是冰箱彩电大沙发，但问题是用户真的喜欢。你说它不高级也好，说它不纯粹也好，最后销量不会骗人。车不是买来放展听你讲参数的，车是每天要坐、要开、要用的。家庭用户愿意为舒适和便利买单，理想正好抓住了这一点。第5名是海狮06，销量19649辆。比亚迪出现在销量前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现在比亚迪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不是靠1-2款车打天下，而是车型铺得非常密，从几万块的小车到10几万的家用车，再到20-30万甚至更高端的产品，
比亚迪几乎在每个价格区间都有布局。消费者只要想买新能源车，很容易就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看到比亚迪。再往后，长安启源 Q5 卖了15814辆，元 UP 卖了15658辆，缤越卖了14923辆，领跑A0卖了14372辆，海豚卖了14218辆。你看这个4月销量榜，新能源、高性价比、年轻化车型已经明显成为主角。过去燃油车时代，销量榜前面经常是轩逸、朗逸、卡罗拉、哈弗 H6 这些名字，现在整个市场的气质明显变了，不是燃油车完全没机会，而是新能源已经成了消费者绕不开的选择。但有意思的是，销量高不等于关注度最高。再看关注度，排在前面的很多都是豪华品牌和传统热门车型，奥迪 A6L、奥迪 A Sportback、奔驰 GLC、奔驰 EQA、宝马 X7、凯美瑞、轩逸，这些车的关注度依然很高。奥迪 A6L 日均关注度15万多，奔驰 GLC、奥迪 A Sportback、宝马 iX7 这些车型也都在高位。这说明一个特别真实的现象，消费者买车越来越理性，但心里对豪华品牌的向往并没有消失。很多人最后可能买的是星越、海豚、元 UP、小米速7，但这不影响他去看奥迪 A6L， 不影响他研究奔驰 GLC， 不影响他看看宝马到底优惠多少。车这个东西很特殊，它不只是交通工具，也是一种身份想象。就像很多人看房子不一定买别墅，但不妨碍他点进去看豪宅。看车也是一样，买不买另说，先看一眼总没问题。奥迪 A6L 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？因为它在中国市场太有代表性了，它身上有商务、稳重、行政、面子这些标签。很多人哪怕现在不买燃油豪华轿车了，但一提到30-40万级别的商务车，脑子里还是会出现奥迪 A6L。这个品牌心智不是一天形成的，也不会因为新能源车火了几年就立刻消失。奔驰 GLC 也是一样，奔驰标 SUV、豪华内饰、家用商务都能兼顾，这些元素放在一起，天然就有吸引力。很多人嘴上说买车只看实用，但真看到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心里还是会动一下。这不是简单的虚荣，而是豪华品牌多年积累下来的心理价值。凯美瑞和轩逸关注度高，也说明传统燃油车依然有自己的基本盘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立刻换新能源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固定充电条件。对一部分消费者来说，燃油车成熟、稳定、维修方便，没有续航焦虑，这些优点依然很重要。凯美瑞代表的是中型家轿里的稳妥，轩逸代表的是家用轿车里的经典。他们可能不像新能源车那么有话题，但依然有人认真关注。所以现在车市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反差，销量榜上新能源和高性价比车型很强，关注度榜上豪华品牌和传统经典车依然很强。消费者的眼睛喜欢看有面子、有故事、有品牌光环的车，但钱包最后可能选择更实用、更便宜、更适合自己的车。再看降价幅度，这部分最能看出市场压力。4月降价幅度比较大的车型里，豪华品牌非常扎眼。捷豹极光最大降幅20万，奔驰 GLA 降10万，沃尔沃 C70 降23万，奔驰 EQB 降16万，奔驰 EQA 降10万，奔驰 EQE 降23.9万，沃尔沃 EX30 降10万，奔驰 EQS 降41万，奔驰 EQS SUV 降23.9万，威朗也降了6.3万。这些数字看起来非常刺激，尤其是奔驰 EQS 降41万，这已经不是小优惠了，而是非常明显的价格重估。过去豪华品牌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品牌溢价。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沃尔沃、捷豹这些名字本身就值钱，消费者愿意为车标、历史、身份感和豪华氛围多花钱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新能源时代改变了评价体系。以前你开一台奔驰，别人第一反应是豪华，现在你开一台新能源车，很多人会问续航多少，充电快不快，支架怎么样。
车机卡不卡，电池安全不安全，用车成本高不高？消费者的关注点变了，豪华品牌如果还只是靠车标，就越来越难说服人。特别是豪华品牌的纯电车型，压力更大。奔驰 EQA、EQB、EQE、QS 都出现在降价幅度榜里，这说明传统豪华品牌在新能源转型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。燃油车时代的奔驰光环非常强，但到了电动车时代，大家会用新的标准重新评估它。你内饰豪华没有错，但国产新能源也会做豪华。你品牌高级没有错，但别人配置更高，空间更大，价格更低，车机更好用。这个时候，消费者就会问：我多花这么多钱，到底买到了什么？沃尔沃 EX30、捷豹极光这些车型降价也很能说明问题。二线豪华品牌以前还能靠个性、安全、设计、调性吸引用户，但现在竞争对手太多了。国产新能源车不仅价格更有攻击性，配置也越来越高，设计也越来越成熟。二线豪华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，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尴尬局面。品牌听起来不错，但消费者觉得不够值。所以4月的降价幅度背后其实不是简单的车便宜了，而是豪华品牌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。过去豪华品牌定价是车企说了算，现在价格越来越要看市场脸色。消费者愿意关注你，但不一定愿意高价买你。你品牌再强，如果产品力和价格不匹配，市场一样会让你降下来。这就是现在中国车市最真实的变化。4月销量说明，真正买车的人越来越看重性价比和实际体验。关注度说明，豪华品牌的影响力仍然存在，消费者心里依然有豪车情节。降价幅度说明，传统豪华品牌，尤其是豪华新能源车型，正在被市场逼着重新定价。以前买车，很多人会先看品牌，再看价格，最后才看配置。现在顺序可能反过来了，大家先看价格合不合适，再看配置够不够，再看用车成本，最后才考虑这个品牌值不值得。不是品牌没用了，而是品牌不能单独决定一切了。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清醒，你车标高级，我承认；你历史悠久，我也承认；你内饰豪华，我也看得到。但如果你续航一般，车机一般，价格还贵，那消费者就不一定买账。反过来，一个新品牌，只要产品够强，价格够诚意，体验够好，也能迅速冲到销量前排。小米速7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所以4月车市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只是哪个车卖了多少辆，也不是哪个车关注度最高，更不是哪个车降价最多，而是整个市场的逻辑正在变化。过去是车企定义价值，现在是消费者重新定义价值。以前车企告诉你什么叫豪华，现在消费者会自己判断什么叫值得。说到底，中国汽车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残酷的阶段。有流量不一定有销量，有品牌不一定能保价，有降价也不一定能翻身。谁能真正抓住用户需求，谁能把价格、配置、体验、品牌之间的平衡做好，谁才有机会赢。车市正在重新排座次，新能源正在往主流中心走，豪华品牌还保留着强大的吸引力，但他们的价格光环正在被削弱。消费者不是不喜欢豪华车了，而是越来越不愿意为虚高的溢价买单。未来车企想赢，不能只靠车标，也不能只靠噱头，最终还是要回到一句话：产品够不够好，价格够不够狠，体验够不够打动人。